锻炼是我们对抗衰老影响的最有效武器之一。锻炼的量和最有效的锻炼类型将由新研究展示。最后，我会分享一些实用的锻炼技巧，帮助你最大化收益，避免受伤的注册。在衰老方面，我们在宏观层面上看到影响，因此会注意到皱纹、虚弱和精力下降。但驱动这些变化的原因发生在微观层面，也就是在身体的细胞内。锻炼的作用及如何最大化其效果。一个影响与我们的线粒体有关，线粒体是细胞的动力源，这些重要结构将血液中的糖转化为细胞可以使用的能量形式。随着年龄的增长，线粒体功能下降，效率降低。但锻炼可以逆转这一过程，恢复和维持线粒体功能。根据最近的分析，锻炼是改善线粒体健康的最有效方法。锻炼还通过对端粒的影响来调节衰老过程。那么，端粒是什么呢？这些是我们染色体末端的保护帽，它们有点像鞋带上的塑料尖端，可以防止磨损。每当细胞分裂时，端粒会略微缩短，最终变得太短，无法保护遗传物质。此时，细胞可能会停止分裂，这被称为衰老。换句话说，细胞变得太老。当我们身体中越来越多的细胞达到这种状态时，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衰老迹象。那么，我们有什么证据表明锻炼有帮助呢？一项荟萃分析研究了7项随机对照试验，调查这个问题。根据该分析，证据表明锻炼减缓了端粒长度的下降。锻炼还有第3种影响，涉及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衰老细胞，不仅仅是细胞老化，细胞的某些部分也会磨损。而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内置的过程来识别和回收旧的受损部分，这个过程称为自噬，意为自我吞噬。受损细胞和磨损部件的积累是衰老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不幸的是，自噬在我们变老时会减缓，这有点像一个社区，垃圾收集员来的越来越少，而锻炼再次拯救了我们。虽然我们对这一点的理解还很初步，但动物研究显示锻炼与增强自噬之间存在联系。人类研究也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一项荟萃分析发现，某些类型的运动似乎能够增加自噬。您可能会想知道是哪几种，我们稍后会在视频中再提到。然后是炎症，这是我们身体对伤害或感染的反应，是对急性问题至关重要的反应。但长期的低水平炎症可能是有害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慢性炎症变得更为常见，它推动了与年龄相关的问题，如心脏病、关节炎和阿尔茨海默病。运动在这里的影响是复杂的，因此在短期内，运动，尤其是剧烈运动，会引起炎症，这很有道理。我们身体变得更强壮的一个原因是，运动会导致肌肉纤维出现微小的撕裂，而我们的身体通过修复和增强这些组织来做出反应。炎症是这个过程中的必要部分。然而，从长远来看，运动具有抗炎作用。这意味着在炎症方面，运动有点像把双刃剑，它的影响可以非常积极，但我们需要避免一些陷阱，以免造成伤害。我们将在视频后面讨论这些。最后，运动对代谢健康有积极影响。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胰岛素敏感性、血压和胆固醇水平等问题。这些身体功能方面与心脏病和糖尿病等慢性问题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可能会侵蚀生活质量并缩短我们的寿命。锻炼有多重积极效果，它调节胰岛素水平并降低血压。总体而言，我们有充分证据表明锻炼是抵御代谢疾病的强大保护因素。考虑到锻炼的诸多积极影响，自然会引发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多少锻炼才能获得这些好处？那么，让我们从大局出发，标准建议是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锻炼，或每周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锻炼，以增强健康。中等强度锻炼包括缓慢步行和适度举重，高强度锻炼则包括快速跑步、游泳、打网球等各种类似活动。在这个强度水平上，我们将能明显看到锻炼的积极效果。但如果我们超越这些水平，会发生什么呢？2022年发布的一项有趣研究旨在回答这个问题。该研究基于一个追踪30年的数据集，涵盖超过10万名成年人。研究人员发现了锻炼与最低死亡率相关的最佳水平，而这个理想的量远远高于标准健康建议。实际上，这个量是双倍的。最大的健康影响出现在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的高强度活动，或300到600分钟的中等强度活动的人群中。
因此，超越正常建议可以提供额外的好处，但也有一个限度。许多研究表明，运动益处呈反矩形曲线。换句话说，我们在某个点上看到健康改善，然后我们实际上可能会看到健康下降，表明过多的运动可能会造成伤害。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问题，因为我想解释一些原则，帮助我们避免因过度运动而造成的伤害。但首先，我想稍微深入一点。我们刚刚看到，每周300到600分钟的运动可以提升我们的健康，但大多数人希望最大化运动时间的效果。大多数人每周没有300到600分钟的时间来专门进行运动，那么哪些特定的运动最有益呢？这取决于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假设我们想针对之前讨论的某个特定健康影响，荟萃分析研究了线粒体健康与3种运动强度。第一种是低或中等强度的耐力训练，第二种是高强度训练，这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分成间歇进行。第三种是冲刺训练，这包括在短时间内以接近最大水平进行运动，并有短暂的恢复期。研究人员发现，所有3类运动都刺激了新线粒体的生成，影响相似，介于23%到27%之间，但效率差异很大。由于高强度的训练进行冲刺间歇训练的人，其训练时间通常远远短于进行低强度耐力训练的人。这意味着，从研究来看，冲刺间歇训练的时间效率几乎是低强度训练的4倍。换句话说，走路或慢跑1个小时才能获得与15分钟冲刺间歇训练相同的好处。但总体来看，综合证据，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运动有不同的影响。此外，耐力运动似乎对心脏健康的影响更大。这种多样性就是为什么标准建议在我们的锻炼中包括耐力和抗阻训练。这两者都很重要，尤其是考虑到肌肉质量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随着肌肉力量的下降，总死亡率会增加。平均而言，人类的肌肉质量从40岁开始每年下降约1%。为了防止肌肉流失，年轻时应增强肌肉力量，保持中年肌肉质量，减少衰退。而要建立和维持肌肉质量，我们需要进行抗阻训练。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尽可能获得所有的好处，这就是我为什么加入了肌酸酐水合物和微量维生素。但仅仅因为我服用补充剂，并不意味着你也应该服用。现在，抗阻力训练似乎是保持骨密度的最佳方式，这也是我们在衰老过程中面临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不过，现在是时候回到我之前提到的问题了。我们该如何锻炼，以便获得好处，同时避免受伤？这在我们年龄增长时尤为重要，因为从伤病中恢复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所以这些是我与我的患者分享的实用建议。首先要记住的是，我们应该慢慢开始倾听自己的身体。我们很容易想要直接投入到高强度的锻炼中，并且急于取得进展，但这通常适得其反。如果我们开始的太快而受伤，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回到正轨。应逐步适应新锻炼计划，让身体有调整时间，尤其是如果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活动了。第二，我们可以利用最大恢复量的概念，找到适合我们个人的锻炼量。麦克·伊斯拉塔尔博士提出了一种概念，旨在寻找推动身体极限与不过度之间的完美平衡。所以，如果你超过了你的最大恢复量，不仅会停滞不前，实际上你可能会开始失去肌肉。这就像走在绳索上，你想要挑战自己，但不要过度，以免失控。而棘手的地方在于，最大可恢复的训练量因人而异，这主要取决于遗传因素、训练经验，甚至是你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水平。研究表明，如果我们超过最大可恢复的训练量，就可能会遇到瓶颈，导致过度训练的症状，如疲劳、受伤和肌肉流失。但反过来，如果我们训练低于这个水平，可能会错失增肌的机会。关键是要进行实验，调整训练量，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状态。这意味着要战略性的考虑总训练量、频率和强度。我们先从训练量开始，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应该进行多少训练，以最大化肌肉力量。每周对每个肌肉群进行10到20组训练，效果良好。某些人可通过更高的训练量获益，达到30至40组，视恢复能力而定。但关键是，我们需要根据恢复情况和身体对训练的反应，找到适合我们的训练量。至于频率，我们在1周内如何分配这些组数是灵活的。你可以一次完成15组胸部练习，
或在每周的2到3次训练中分散进行。总组数和确保足够的恢复是最重要的。现在，有些人发现分散训练量能更好的恢复和更有效的表现，而另一些人则喜欢在一次训练中集中训练某个肌肉群。我告诉我的患者，从少量组数开始，逐渐根据身体反应增加训练量和频率。我们处于正确状态时，会感到强壮并看到进展。如果感到酸痛和疲惫，说明是时候放松一下了。每组应该做多少次重复呢？传统的8到12次重复范围真的最适合增肌吗？我们过去是根据重复连续性来制定这些建议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个概念有些过时了。虽然使用较重的负荷，允许每组做1到5次重复，以最大化肌肉力量增益是普遍推荐的，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通过较轻的负荷，允许每组超过20次重复来获得显著的力量增益。在达到失败之前，重负荷和轻负荷之间的力量增益整体差异实际上是相当小的。使用较轻负荷的一个关键优势是它降低了受伤的风险，但缺点是达到失败所需的时间更长，因此每组可能需要更多时间。但较轻负荷仍然可以带来好处，使我们更容易安排所需的锻炼。这就是锻炼小吃概念的来源。例如，在我在诊所工作的日子里，我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我在做文书时会进行俯卧撑等体重训练。我知道，通过在一天中进行这些训练，我正在刺激肌肉生长。还有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以最大化肌肉力量增益，那就是休息间隔。研究表明，短暂的休息间隔及少于2分钟的抗阻训练，实际上会降低我们的力量增益。较长的休息间隔可以让我们在组间更好的恢复，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力量。这一点尤其重要。如果我们专注于重负荷训练和最大化我们的力量潜力，在这一部分，我们讨论了训练到力竭，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对于最佳肌肉增长是否必要？力竭训练即到无法正确完成一次重复为止。虽然听起来很激烈，但这并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是必要或有益的。证据表明，虽然训练到力竭可能有效，但并不是肌肉生长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如果这导致过度疲劳和更长的恢复时间。布拉德·肖恩菲尔德教授的一项研究发现，训练到力竭与提前1到2次重复停止相比，在训练量相同的情况下，力量提升相似。另一项研究指出，训练到力竭实际上可能增加疲劳并延迟恢复，这可能会妨碍我们的进步。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要点是我们不需要在每组训练中都达到力竭。实际上，留1-2次的余力可能会让我们更稳定的训练并更好的恢复，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最好把训练到力竭留到最后一组，或者在我们觉得安全的特定练习中挑战极限。为了最大化锻炼的效果，我们需要确保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所以，请确保查看下一个视频，了解我们实际需要多少蛋白质，以及哪些来源是最好的。